变形飞机第一步，卸掉侧面的2个武器，见到位置的雷达天线转一下，斜放到这面。最后一节的甲板位置，左右打开，注意里边有燕尾锁。翻开以后，中间红色的位置有一个滑槽，我们把它拉长，然后对折，通过这个双关节扣下去，锁在腿的侧面，拉长，再把黑色的轴往下折，锁上。拆开舰岛位置。180度翻折，中段甲板打开侧面的2个三角形的锁扣，然后顺着中段位置的这条缝隙线，这块往下压，这块往上抬，拨起来，解锁开这一层，就可以把这2块从中间分开。打开之后，注意滑槽的位置，我们可以先拉出来，避让一下，前边的尖翻过来，把后方的翅膀和尾翼折过去。这个时候稍微的挪开一些角度，再把这一块的舰岛旋转放到这一侧来贴上去，藏在这个凹槽的空间里边。到了这边，再把这里对应的扣子插上，通过里边的滑槽往下压平，尾翼和翅膀再展开。后方这里的2个起落架掰出来。中段位置的甲板，刚才我们已经脱松了，根部有2个大的合金关节 ，V 字折叠拉起来，顺着中间这里一分2半。中段这里注意一下这一块双关节的走向，拧到最外侧，放下来，然后前方的这一块甲板和机头位置舰首部位的插合打开，180度翻折下来，扣子插上，中间这里左右的2片翻开摊平。这个时候，翅膀边缘这里有一个三角区旋转180度，顺着侧面这里2个扣子给它对应插上。这一侧的三角边缘还有一个扣子，跟机翼这里再扣合。翅膀尖顺着最外侧卡扣180度翻出来，两面都变好，再翻出底盘这2根起落架。最后一步，我们把机头打开。从这个里边顶一下，顶出前方的这个大起落架，然后手指垫在里边，往出顶一下这块零件，旋转180度，放出它的驾驶舱，盖上。排炮的飞机形态完成。飞机到人的变形过程也是非常简单的。我们先把飞机整个翻过来，5个起落架全部都给它收进去，2个翅膀尖180度翻转，顺着侧面的扣子这里拨开。把大翅膀整个掰下来，上方的这个三角区翻转180度扭回去。脚后边这里有2个非常难拨开的合金扣子啊，这个要借助工具撬一下。它的目的主要是为了锁定后方这里的脚踝关节，翻折下去，前脚掌和后脚尖摊平，叠放出来。航母的舰岛位置有2种方式，一个是简单粗暴，直接拔下来，然后把这个扣子放回去，再叠放翅膀，就可以收得很平整了。另外一种呢，如果你想要这个配件有一个收纳的地方，可以反着插它一下，掰个180度，贴到小腿肚子后面，再把翅膀跟这样折叠，上方的这个尖180度翻回来扣上。另外一侧不存在舰岛的问题，直接叠放，尖翻回来扣上。腿部这时候就可以左右打开里边所有的插扣，注意在裆部位置里边有2个合金的 T 字插扣在这里锁着。我们把腿部齿轮关节稍微的往上掰1尺，解锁开中间的2个锁点，再把这里90度锁扣翻转进去，裆部填平。腿部这时候就可以直接往下拽，这里边都是有卡点的，拉到头以后会有锁定的感觉，包括推到头以后也会有锁点。我们就可以打开红色这一块的盖子，左右掰开中间的插扣和下方这里锁定的点，这个地方有一个咬扣，把这里掰松，然后90度打开，人形头部顺着这里边拉出来，前裙甲和手臂根部这里有一个插扣，我们把它抬松，然后整个的手臂顺着肩膀的关节往开掰几尺。现在就可以把整个的胸板顺着里边的关节拉一拉，整个的往起撩开90度。里边一些挡肉的零件我们都给它摊平翻开，脖子这里拼合好。
肚子里边还有2片打肉的零件，双关节折下去，跟侧面这里的插扣进行固定。2个肩膀通过这一块的盖板翻开，中间这里有一个质量转换变大了的驾驶舱，180度翻到外侧。接着我们再把这一块的机头折叠回来 ，Z 字团缩在一起，这一块翻转一下，盖上。脖子这里放下去的时候，注意这个双段关节，我们往内搓动一下，形成内折的90度夹角，贴放到最小的空间。后背这里我们要打开甲板的这一层盖子。后裙甲这里撬开，有4个连接的插扣点，我们再把侧面的裙甲通过根部的一个双段关节往上扣合提上去。注意这一块和前方的前裙甲边缘也有一个插扣，我们稍微的挪过去，根据里边的红轴双关节往上提，先和前裙甲锁定插上。这个时候再把后裙甲放下来，用上方的这个插扣跟后边的边缘固定。侧面的裙甲提上来，背后盖板就可以扣合。胸口的面板整个往回顶，肩板归位。在前方这里也有2个插扣，和后方这里肩膀连接的位置，腰部这里多维度的扣点同时结合。脖子上方还有2个锁扣要同时的锁定，然后2个肩板侧面的扣子和前方的挂钩再进行2次加固锁定。现在我们就把身体的这一圈完全包裹起来，胳膊放下来，顺着这一块的关节拉长，旋转90度，打开盖板，拳头顺着里边翻出来，扭正。通过后边的合金双段关节，我们旋转拧上来，用这块斜着的插扣和翅膀根部进行扣合，固定起来。我们可以再把武器全部收纳到后背的翅膀上。01 Studio 这款排炮的人形变形完成。好，欢迎来到少主离的魔玩频道。今天我们来玩01 Studio 的这一款排炮，也是 G1 动画中体型最大的一个3变战士。当然01 Studio 这一回的尺寸做的也是非常夸张，航母的尺寸来到了将近47公分。甲板上边这些刻画的细节还是挺丰富的，这些跑道将来也可以用一些小的飞机模型进行互动。从这个角度看，还是挺霸气的。舰岛上面的小窗户、雷达这些细节刻画的倒是也挺精致。后边这里还有4个巨大的喷射引擎，也就是说这玩意儿啊，力大专飞。武器可以卡在船帮的侧面，前方舰首的位置，这个地方的造型做的倒是挺漂亮的，但是从下面看，方方的一大块。不过这个怎么说呢？G1造型的这排炮的一些伪装形态确实是比较抽象的。基于老动画存在很多 bug， 排炮又是这其中体型 bug 最大的原因啊！一辆大航母摇身一变，真的是摇身一变，其实就是翻了个个儿，变成了这个大飞机的形态。在动画后期也是作为汽车人这边的运输机存在，所以看起来体型也是十分壮大的。飞机的长度也来到了46公分左右，翼展全部拉开也在46公分左右。这些动画片里边因为作画崩坏的问题，而且那个时候尤其到了后边韩国外包做的时候啊，就很不上心，导致了它的飞机、舰船和人形态都有各种程度上的不太一样。所以 G1 的排炮这些载具形态究竟应该还原成什么样子啊？其实现在也是非常让人纠结的一个地方。作为3变战士里边体型最大的一个，这一回的人形身高来到了39公分左右。如果你对他的身高没有什么概念的话，放一个86的柱子看一下尺寸，哇，这个体型简直就跟合体金刚一样。说实话，这款排炮变一圈下来还是挺累的啊。首先体型巨大，板件给的很厚，而且在下半盘重要的这些关节上边都使用了大量的合金块，所以拿起来相当的有分量。这一回的人形算是还原了动画片里边不是特别崩坏的那个造型。另外的一个背后有一个大盖子的那个红脸造型，那个3个形态看起来就更不像话了。而且胸口的这个地方也有一个转动的过程，你可以把它翻折下来，还原出来动画片里边座舱靠肚脐的位置，上方这里也可以贴一个汽车人的 logo。但是我个人还是喜欢把这一块转上来，会显得精神一些，按自己的喜好进行调整吧。
头雕360度的旋转，脖子这里边是一个独立的双段关节，你甚至可以把它拉长以后进行点头和抬头，而且里边内置了磁吸灯。用磁铁吸一下，这个眼灯的亮度还是非常夸张的。肩膀这里侧抬，可以举到非常高的幅度，而且这里边齿轮关节的定位感挺好的。360度旋转，这里边也是一个合金的齿轮关节，并且还做了独立的蝴蝶肩。二头肌根部360度旋转，胳膊肘这里有2段的关节，屈臂的范围还是可以的。手腕左右旋转，可以向上多做一个关节轴的抬起。全指可动手，可以做到这样很害羞的和大家打招呼。驾驶舱通过了真假零件的替换，实现了动画片里边非常不合理的质量转换技术。整个的身材、体型、包裹的效果也都是非常不错的，并没有什么偷胶空洞的面儿，该遮盖的部位完全遮盖了起来。而且这一块的变形过程，其实说白了也是一个拉伸出来的折纸框子。把这些边缘都封住了，整个的机头叠吧藏到身体里边。虽然设计并不是特别高级的那一种，但是胜在简单高效。腰部旋转，左右的范围不太大，毕竟后边这里有一块大的甲板。倒是腰部这里通过一个双段的尼龙关节，可以把它拉伸起来，这个样子就可以弯下去90度了。而且拉伸出来以后再旋转腰部就不影响了。胯部设计了一个下托式的前踢关节。所以这个样子腿是可以举到非常高的，而且支撑的稳定性不错。里边的关节也是带有合金的齿轮。后踢的话，也是因为有这个下托盘的存在，所以跟这个样子也不会太干涉。侧抬齿轮关节的定位，支撑的稳定性还不错，而且举的幅度也挺大的。大腿根部左右可以旋转，膝盖这里2段合金的齿轮关节。屈腿的幅度非常夸张，里边也不会脱肉，前方的小盖板也可以稍微的往回叠一下，继续遮盖膝盖。脚踝这里做了双重拉伸的机构，可以把这款脚踝拉得很长，增加更大的接地范围，前后左右都可以折叠。腿部正面刻画的这些管路细节和侧面翅膀折叠过来的白色零件，也算是还原了这一款排炮造型在动画片里边的一些元素。也是因为这款角色巨大的尺寸和身上重量的关系啊，所以它的下半盘的关节必须得做好，才能让人物的站立更加稳定。人形的样子做的还是非常不错的，在动画片的这个还原造型的过程中，也是做了一些美型的修正。纯粹因为老动画片的作画崩坏，导致了排炮的这个角色在我小时候的印象并不深刻啊，主要也是2个截然不同的造型，怎么都不会让人联想成同一个角色。所以我觉得就这一点来说，外包公司纯背锅没问题。因为目前还只是一个样板阶段的东西啊，所以身上的一些插扣啦，包括一些轴的松紧力度啦，还是要以大货为准。那么大家觉得这一次的排炮做的如何呢？欢迎在评论和弹幕留下你的观点。这一期咱们就玩到这儿吧。